共产主义的基本核心叫仇恨，所以仇恨的结果就是到最后呢，那人跟人的那种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他们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把个人的苦难呢包装成为阶级斗争，包装成为敌我矛盾。所以毛泽东时代呢，3年一大斗，5年一小斗，没事都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所以你有很多公开批斗别人的机会，你就有一个合理的发泄对象。所以文革的时候，当时有人就问说：“哎，毛主席干什么？”当时是一个老帅就讲，他说：“毛主席让年轻人发疯了。”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却像是一个火药库一样，在街上发生许多恐怖事件哦，不管珠海体育中心的这种无差别的开车的冲撞哦，造成非常多的这些死伤哦。包含不管广州、苏州啦、深圳啊，随机的杀人，过去甚至当然也许你认为是一些种族上的原因，对于日本外国人的攻击，但现在没有了，现在不只是对外国人的攻击，甚至对于这些身边的这些同样他的同胞的部分来讲，我们看起来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恐怖的攻击的一些行动哦，所以它的频率啦、残酷的程度，其实也好像有一些不断升高。那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了，已经在毛泽东时期啦，这个不是人民更苦啊？甚至过去有一些大家谈到了这种下岗潮啊，有大规模的这些失业啊等等，好像都没有现在来的这么疯狂的报复哦。所以我们值得来思考一下，中国为什么现在会变成一个很恐怖的不知何时会点燃，何时会爆炸身边到底何时会有这种疯狂的这些现踪者哦？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谈这个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哦，请明老师好好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无差别攻击，其实我们过去节目当中老师也都提过这事情，但显然这件事情目前就是越演越烈了。所以从这种状况来讲，大家从过去的这些自杀潮慢慢演变成现在的一个转变的状况哦，老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对你说起这个，对我们过去节目谈过自杀这个问题，也谈过无差别攻击，不过最近真的是这半年1年来呢，好像情况真的是越演越烈。我们那时候不是谈过青少年集体自杀吗？什么等等吗？我们已经很担心了。我们回头去看数字啊，大概从2014到差不多2021、22年呢，大概中国大陆每年官方公布的自杀数字呢，差不多在12万上下。你说以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12万人，坦白说不算太高，但是已经足以引起关注了。那可是自杀的人数呢，好像从2022年到23年开始，反而下降。所以你如果单看这个数字，你会很高兴。可是如果说你同时看另外一组数字的话呢，你大概不是这么高兴的起来。为什么呢？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自杀呢是伤害自己，那从2021、22开始呢，我们发现无差别攻击伤害别人情况多了。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转变，然后也是一个其实更深层的一个现象的一种反应啊。大概还是要从2014年开始，2014年呢，大概那一年呢官方公布出来的无差别攻击呢，大概5起到8起。这个大家在国际上看到1起呢，都已经变成国际新闻了。那大陆是5起到8起，然后一跳到18年、19年、20年，大概每年也就是5起、10起、8起、6起什么等等。到2022年、23年开始呢，好像开始增加。比如说什么，刚刚你提到说，2023年的广州天河驾车这个撞人案呢，北京的这什么工人体育馆呢，什么伤人案呢，这我们在节目上都提过。2024年呢，是珠海体育中心呢开车撞人案，好像那个人前一天才去买了车，第2天就拿来撞人，那就这样。然后，上海又爆发了超市砍人案，这个我们过去提过。2024年呢，那官方给的数字是19起，那已经就突然各位看到，就几乎增加了1倍了，甚至如果你再往前比的话，可能增加2倍。2025年呢是25起以上，那官方给的数字已经很少了。
我们提过比较大就是浙江金华那个驾车攻击案，14死12伤，很严重。那今年比较大就是上次北京的什么市集，然后开这个推土机，然后去撞人。那么也就是光是今年才过3、4个月就已经这么多起，那的确是很吓人的。当然，我们上次节目上也提过了，公安部当然也注意到这事情，不能讲是他们职责所在。2025年呢，就强化说什么要护学童啊，什么等等，然后特别针对5失人员。什么叫5失人员呢？失业的啦、失恋的啦、失心的、失信的啦、失去生活目标什么等等排查。对，这个当然可以，但是坦白说，在我们看来叫什么？治标不治本。也就是你光是把表面的东西给查出来了，或者摁住了，但你没有办法去把那个产生这个问题的这些人跟这事情呢找出来，然后从根本解决。所以我们说，真的效果不大。我们过去提过什么失踪人口的问题，对不对？这些其实你说砍人什么当然很不好，但失踪人口其实它是另外一种反应。现在大家看到失踪人口，大家会想到什么？活摘呀，想到活摘器官呢，然后说什么小学或什么地方啊，给你免费检查身体啊什么的，大家都说那我不要去，因为大家怀疑说你是不是在查我的血型啊，查组织配型什么等等。那么也就是大家这个社会上这种弥漫，你刚刚开始讲说那种不安的气氛呢，现在这种不安的气氛呢，我跟朋友之间谈话呢，发现说他们不只是不安，他这种恐惧跟无可奈何的这种心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比较大，值得我们再详细探究一下。大家有说啦，这个现在是因为经济这个不好，所以当然才造成大家的问题。我相信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中国的一些网络的影片，也是在喊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难过，所以认为现在是因为经济的不好，导致这些人才产生这种怨怼、跟愤怒、跟仇恨。但有人就说，可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带领中国的过程当中，老实说更糟更差的状况有。在毛泽东主政的时期，大家说更穷更苦，人民公社、大饥荒、文革、政治的压迫，事实上不会好，只是说当时的暴力比较多，是因为政治上去带动扰动。所以怎么回事？老师又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有人如果是单纯就把它归因成是一个叫经济不好，从中国过去经济更不好的状况到底是如何？一个标榜社会主义，一个应该是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才会用这种共同的人民。其实人民公社是因为它的结果不好，所以我们来批判它。不然它在本质上听起来也好美丽的用词，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呢？对，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很深刻。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也其实谈到这一点哈。在大陆生活久了呢，可能没有感觉，但我们从外面看大陆呢，就有很大的差别。共产主义的基本核心叫仇恨，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同意嘛。我们从外面看就非常清楚，所以仇恨的结果就是到最后呢，那人跟人的那种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大家说不会啊，我跟我亲戚关系很好，我跟我邻居关系很好，但是不是啊？这些坦白说比较浅的，真正一旦问题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那恨呢，比这个国外的社会比外部社会呢，那差距非常大的。你刚刚有句话讲得很有道理。毛泽东时代看起来比较穷，那为什么大家觉得不错呢？很简单，虽然那个时候是以仇恨为基点，共产主义是以仇恨为基点的，他几乎要把人人造成劲敌，就是这个身边的敌人。但是造成身边敌人，为什么你说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这种攻击邻居或攻击陌生人呢？因为他们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就像你说的，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呢，把个人的苦难呢包装成为阶级斗争，包装成为敌我矛盾。所以毛泽东时代呢，3年一大斗，5年一小斗，没事都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所以你有很多公开批斗别人的机会。公开批斗别人机会，你的这个稍微上了年纪，你回头想想看，在毛泽东时代你是不是这样做的？三反五反啦，然后反右运动啦，文革啦，什么等等，或者什么桃园经验、四清运动呢？你每一次做呢，就有政治运动出来。你政治运动出来之后呢，你就有一个合理的发泄对象啊，那个人是反革命，那个人是右派，那个人是什么阶级敌人什么，你就把那些仇恨呢，就往他身上灌输，这样就转移过去了。
所以你心中的那种不满怨恨呢，就到他身上就发泄掉了。所以文革的时候，当时有人就问说：“哎，毛主席干什么？”当时是一个老帅就讲，他说：“毛主席让年轻人发疯了。”就这样，一句话讲完了。你说这话讲得很粗俗、很简单，其实背后意涵是很深的。也就是我用了这种官方的这种政治动员方式，我转移了你的这仇恨，然后转到那边去了。那你说，哎，后来没有了？哎，有啊，现在不是镇压法轮功吗？所以就把很多事情又投到法轮上啊，是他们搞了什么等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要谈了，还有很长的，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因为这是我在学校上课里面的相当关键的一部分。但今天时间有限了，就只能讲到这里。我再重复一次，在一个以仇恨为基本立国精神跟动员方式一个社会里面，你很难最后不走到这一步。这是我的基本观察。是哦，其实除了我们谈到了毛泽东时期的这些更穷更苦，有人也说，其实在这个虽然中国后来在改革开放逐渐往上走，但在之前不管胡温时代的时候，也面临到90年代的时候的问题。当初包含朱镕基在做一些改革的时候，大家有说有将近3000万人下岗哦，然后包含这个许多的当时所面对在经济的问题。不有人说了，当然在那时候，因为整个中国慢慢的，因为整个走向一个稍微改革开放的样态之下，有人说还有一些上升通道，意思是就像有人觉得可不可以翻身啊？哪怕翻身的几率很低，但至少不会没有机会。虽然有欠薪啊，有这些征地上访群体的事件，那时候的人包含开始去赌厂房，然后包含这个去做这些上访集体的一些维权哦。但大家认为说，在当时显然好像还存有一些希望，但现在显然老师不是这个样子。对啊，你其实不只是这样，因为我回头想一下，中国大陆那时候文革是非常乱的，文革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哇打砸抢啊什么，就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人跟人之间搞得非常紧张。那时候邓小平后来回来了，那华国锋还说要搞这个第2次文革、第3次文革什么等等。邓小平回来讲说，我们不搞阶级斗争。疾风暴一次就过去了，我们搞什么？搞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当时社会的仇恨心呢是非常弥漫的，就非常广，然后非常深，然后人跟人之间、村庄跟村庄之间，然后这个族群跟族群之间呢搞得非常紧张。那最后怎么化解呢？大家去搞经济，去赚钱。前面大家活得很痛苦。你说对，毛泽东时代很穷，那为什么没有呢？我刚刚讲转移了。毛泽东时代呢，他用政治运动把它转移了。邓小平转移大家这种社会仇恨、转移这种注意力的方式去，大家去搞经济、去赚钱去了。经济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人人都想过好一点的生活，所以大家一说赚钱，大家就把前面的事情忘掉，就拼命去赚钱了，所以没事了。加上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机会大大增加啊。那时候不是在谈说要不要参加 WTO 吗？都有在2001年、02年参加了。一参加到改革开放呢，面向全世界，中国突然变成世界工厂，甚至变成世界市场等等，所以钱大量涌进来，工作机会大量增加，哇，这太好了，人人都觉得说丰衣足食，太好了。经济发展到最后呢，会出现一个现象，中产阶级会增加，也就是原来大家都苦哈哈的，现在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当然，当时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意思就是让沿海人富起来，是。沿海人固然是富起来了，但有一批人呢，富得更快，富得更多，什么呢？官员这个东西，在这个1950年代呢，在南斯拉夫呢，已经有高官看到，有高阶共产党员看到，我们不多说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改革开放的确造就了一批呢生活比较好、比较有钱的人。2000年前管子就讲过，有恒产者有恒心嘛。那也就是说，一旦有恒产之后呢，我生活比较安定了，我整个心情也比较稳定。如果社会上这种人比例高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政治发展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个社会呢，从农业社会走到工商社会，中有一个很痛苦的转型过程。但如果说这个转型过程走得相对比较顺利，中产阶级产生比较多的话，会产生这种稳定社会的效果。这我们都很清楚，这就是民主化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是好的，但是呢，这样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讲说，如果
这时候是一个威权社会或者民主社会，那这没有问题，因为官员虽然会贪腐，但相对来说它的制约跟这个监督。但在一个独裁社会里面，官员是没有监督的。你说有党内监督，大家不要忘记，监督人本身也可以贪污的。各位现在看中纪委抓多少人就知道了嘛，就不用我多说。所以从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呢，固然老百姓生活改善了，但官员生活也改善了。那大家就出现问题，我也赚了钱了，你也赚钱，为什么你赚钱比我多这么多？一看你是搞特权嘛，你搞关岛啊，搞什么，所以你赚了钱。所以1989的6·4民运是这样出来的因为你官员贪腐嘛你说那次压下去了，但是官员贪腐变得更严重了，所以下一波会再来。当时我们就讲，我们说一定会再来一波，甚至再来多波，但问题什么时候来，什么形式爆发，我们不知道。所以贫富差距和官员贪腐呢，是导致这种攀比心理跟这种差距心理。在人类社会当中呢，很早就讲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呢，是不是啊？这都讲了2000年的话。所以你说我们大家都有钱了我们有钱上去了。如果大家上升的幅度步调差不多，大家可能都可以接受。但如果有官员或者特权分子，他突然间他成长非常快，我们固然也成，但是成长是10倍、100倍、1000倍，那我心里就不舒服了。这叫期望值的落差。所以这个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社会动荡的潜在的不安因素。那每个社会都有这种现象那为什么别的社会不爆发问题呢？别的社会里面，第一有宗教，有信仰，它允许你有宗教信仰，所以很多人在宗教信仰里面得到了那种宁静的，或得到了这种疏解。我之所以比较赚钱没那么多，是因为我福泽没那么深。那他因为福泽比较深，他赚钱，我不要去羡慕他。我的神、我的主、我的上帝或者什么我的什么人告诉我说，不要羡慕人家，你这样已经很好了，你也可以过去了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道德，这社会如果说道德普遍这个还比较良善，大家觉得说可接受，然后我不要去羡慕人家，不要嫉妒人家，你低头看自己，觉得也还过得去前人骑马我骑驴，那也过得去，那就过去了。那如果说道德慢慢破坏了，然后呢宗教呢不允许了，被镇压了，那最后剩下什么？剩下法律跟司法。法律跟司法如果严明公正的话呢，还能守住底线。如果法律跟司法不严明，甚至法律跟司法也都勾结的话，那问题就很大了。那你说中共不是有政治洗脑，有政治动员、政治控制？对，那种就我们说的压力锅的做法，压力锅的做法。本来呢，你用宗教、用道德，你可以疏解相当一部分。现在你不给宗教了，道德败坏了，然后司法也破坏之后，然后最后你用压力锅呢，最后就看这压力锅什么时候爆炸。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你刚刚讲，我看起来讲说你没有直接讲那个什么无差别攻击我在讲的是无差别攻击它会爆发或者说高发的根本社会原因。其实这才是核心问题。这个蛮重要的。其实如果我们还是谈到一个威权国家，尤其习近平，大家都说现在等于称帝，因为他自己修宪让他不用卸任，不然正常的部分，习近平应该已经卸任大家都可以预期他未来还会持续连任。当然，独裁者的问题，独裁者悲哀，过去明老师也谈很多。但是回到独裁者在控制的样态之下，他明明用高压，现在又有科技的方式让他进行这所谓的对于这些所谓的中国人民的掌控，更不用说现在经过他一轮的清洗，党政军所有一把在握。样态上看起来他应该更有力量来控制才对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在整个中国整个领导之下，这种党政所有部分更为核心的样态之下，甚至社会的一些维稳也被高度的镇压跟清算。可是我们看起来压得更紧，当然有人说压得更紧像皮球会弹得更高，只是这样的一些原因吗？因为事实上看起来一个好像更大的权力的控制，感觉应该更在整个习近平中共掌握的状况之下，这些线中不定时的爆炸，有人说像是没有这个引线的火药库，或者应该把它解释成是到处都是引线的火药库，就是永远可能随便一个事情可能就会点燃老师怎么看待中国这一个现象后续的一些发展？你刚刚讲的话很有道理，到处都是隐性的火药库或火药桶。
这就是中共官方的认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我们在外界呢还不一定有这么强感受，但那些执法者呢一定有很强的感受。那个前几年呢，我上大陆网站演讲啊，有人联络我啊，说几月几号晚上7点到9点，你讲个什么题目？我说好，然后就去开讲了。后来完了通常讲1个半小时，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就开放这个问答。那有一个人问答呢，有人在提个问题，我提得非常好，就被那个版主呢把他踢出去了。我说你为什么踢他？我说他问得很好啊。他是网特，他是公安的或什么国安的上来什么？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认得那个网址，我认得他那个 IP 的，然后他不要贴了。我说你不要管他，我说网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我说他的问题很棒，你等一下他上来，你再让他上来，让他听了没关系。我就好好回答他的问题。我才发现呢，这些人其实。他们说啊，这些是集权政府的鹰犬，或集权政府的爪牙。这些爪牙鹰犬是因为他现在是爪牙鹰犬，但一旦这个问题碰到他自己的时候呢，这就不一样了。大家都听过，很多人上街去响应政府号召示威游行，我们要打倒美国，打倒谁？回家看自己房子被拆了，你觉得他怎么想？他还去拥护这政府吗？而且是无理由的拆迁。所以这个你刚刚讲的很有道理。如果说这个时候经济发展非常好，生活也都非常好，这些事情呢大概会冲淡很多。那这就回到我们1、2年来一直讲一个题目，我们说到了经济为什么变差呢？我说理论来说呢，它都应该慢慢趋缓往下这样掉。为什么现在掉得这么快？好像断崖式这样下降。我们说他犯了4大错误嘛，跟美国打贸易战啦。然后强收香港啦，然后在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清零风控啦，最后搞国进民退啦，这4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让经济大幅下滑，更何况你4件事情一起做。所以这1、2年呢，我们从2020年就开始讲起了嘛，讲到现在5、6年了。我们说经济变差的话，将来一定失业大幅增加，失业大幅增加的结果呢，就是社会冲突呢会增加。现在就看到了，所以前面讲的自杀呢，就是我过不下去，我杀自己。那现在不是，现在我过不下去，我要杀人。这是出现了刚刚讲的问题。所以如果有道德，然后有宗教这些问题呢，你到庙里面去祈个福、烧个香，然后点个什么安太岁灯什么，你可能日子可以过好一点，至少你心情平静点。现在这些都把你封杀掉了，那你觉得你怎么办？而且更何况就剩了政治动员了。政府叫你干这你就去干，政府叫你不干这就不干。你说我要躺平，现在不是说躺平是境外势力宣传、恶意宣传的结果吗？这些老板躺平人自己心里很有数，我为什么躺平啊？他非常清楚。你觉得是英国煽动他躺平，美国煽动他躺平，日本煽动他躺平，还是我们节目煽动他躺平？他心里非常有数的。官方硬说你的躺平是美国搞的，是以色列搞的，是因为他们去打伊朗，然后搞成这样子，你觉得他会相信吗？他不相信算了，重点是他不服气，对不对？那不服气怎么样？我对你的逆反心理更强。所以中共这些官方的做法，常讲，我前2天在想的题目就想一件事情：共产党呢从来不会输倒。你说有啊，他有什么输倒？我说没有，你仔细看，他最后都是高压，他的核心就是高压。现在你说，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道德或者说宗教是这个疏解人心的一个管道或一个出口吗？那如果除了宗教道德之外，一般社会上比较正常的这些最后的这个管道呢，或最后防线呢，就司法，也就是我最后在法律上呢求的一个解决。所以你刚刚讲的上访，对不对？大家心里很有数。你到北京的那些上访的地方去看，我每年开人大政协2会时候，到这个几环外面去看看，你就晓得上访人有多少。什么叫上访呢？司法不公嘛，司法不公嘛。在台湾社会或在美国社会，你需要上访吗？不需要啊。为什么？你到法院去告就行了嘛。你去申诉、上诉什么的，它有个正常管道，没有正常管道才是上访。那如果上访再不解决呢？你说上访都是弱势族群，不见得。大家看看以利神事件什么，很多人晓得，不见得是如此。现在你说上访能解决问题，那可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上访的人被镇压了，
他已经遭受第一次的不公平，现在我来求得这个冤屈的这个平反，就把我镇压了，现在我变成作乱者，那最后怎么办？就我能怎么办？你说啊，我们现在科技执法很厉害，网格化啊，你一动我就晓得。对，现在你会晓得，等到执法人员本身也变成这个被迫害者，或者也变成受害者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样？现在不是检查微信、检查手机，然后什么的都弄得这个很凶吗？一个社会里面一定有怨气，问题是你怎么让这怨气抒发出去？你要给一些出口。我刚刚讲的宗教是出口，道德是出口，司法是出口。你把这些都封掉之后呢，最后你就不断增加压力而已。所以就回到你的主题了。对，前面几年呢，大家是自杀解决问题，慢慢大家发现说，我自杀我不服气，我要去杀人。所以现在为什么你说宪宗事件啦，或者说这种报复社会、无差别攻击越来越多，社会的暴力秩序越来越重？然后他觉得说我没有出路，现在个人这样去做呢，那叫宪宗事件，叫无差别攻击。很快呢，我们真的不想这样讲，但是我真的提醒大家，这种事情再走下去呢，将来一定会变暴动，暴动再走下去呢，就变造反，那就是革命。我们真的不希望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如果共产党不改弦更张的话呢，我们迟早看到的就这些事情。我觉得面对不公不义的社会的时候，自然会做出更我们激烈的状况。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因为中共一直在做孤狼的训练，一直在做这种战狼的训练。某种程度，你等于是把这把刀子，你以为它去外面咬人，但不要忘记了，你可能最后是会被咬死哦。这就是中国我们所看到目前的现象。那再次说了，我们没有认为中国发生这种无差别的攻击会喜形于色、会开心的，因为很多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们认为真的还是应该从体制上来解决。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受过高压、无处可逃、没有办法得到公平的宣泄，这种压力锅的炸弹式的爆炸必然会持续产生啊。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因为这样子来推动中共的下台跟改变，可能这过程是痛苦的，但不一定会是坏事啦。今天很谢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欢迎大家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集节目。老师，我觉得刚刚您在谈到那个斗争，我觉得因为老师对于中国的中共的历史应该非常清楚，我在想说，是不是宪宗事件那么多的原因是中共已经没有可以再斗的人了？也就是说，最高的阶层也是他，最有钱的阶层也是他，所有有权力的人也是他。他已经没办法再用以前那种去扰动民众，好像转移焦点的样态，因为他现在就是集钱、集权、集所有资源者。他如果再去扰动民众来斗，就没人可以斗了。不是，你扰动大家觉得就是你啊。对，就是这样，所以看见就是你啊，对，就是你要挑我们，其实问题就是你。所以他现在只能压，所以我现在看起来就是无解。以前他还会借由如果有发生这种民众，因为我们在聊为什么毛泽东时候没有，为什么没有？说，因为以前叫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有点很难挑起来，因为他自己就是问题者。另外办法，他现在当然还有办法，就挑动族群之间啊，这个维吾尔怎么样啊，或者说这个西藏怎么样，台湾要独立啊，来斗台湾，只能挑这些东西了。但是坦白说，边际效益递减中。对啊，这个应该大家会发现，以前他用的部分现在还在用，但就老师说的群众斗群众这些，因为再斗下去，他就是问题者，他就是 trouble maker 啊。大家已经看见了，大家现在已经看见了。所以其实，当然报复社会，我们刚刚还没有细说，将来我们有细说。报复社会有一块啊，开始攻击官员跟攻击这地方的攻击地方，有可能接着会开始，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很多地方官去处理问题的时候，被抓了打什么，还有剥光衣服什么都有啊。然后还有打警察了，那是贵州对公权力的挑战。其实我们现在刚刚谈到是个人无差别冲击，如果今天再加上那个叫做对公权力，你要乱猜乱干嘛的，然后有人被欺负，官员吃案，其实这一类的部分包围，其实你如果把那挑出来，那个案例更多。那应该这样说，把那事情挑出来，那个案例的占比非常高。而且比会高很多，所以其实这才是你刚刚讲的问题所在。所以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慢慢在加温，在进行式。是，对，谢谢老师。哪里？